新手喜欢看各种指标，真正的高手只看量价关系。16年前，我在中国深圳偶然结识了一位民间炒股大神，只用了6年的时间，他的本金竟然翻了36倍。这位大神和我一见如故，所以毫无保留地和我分享了他的炒股秘诀。这个秘诀就是量价分析的6大口诀。今天我就来免费的分享给大家，希望大家能够点赞订阅，以便长期收看我的内容。今天的视频我们来主要讲解量价分析的3仙规律，以及实战中如何利用6大口诀来综合分析量价对应关系。我们先来看一下量价分析的6大口诀。第一，今日的大量为他日的价压。第二，今日的小量为他日的助涨。第三，2度下探量缩，股价将见底。第四，2度回升量缩，股价将见顶。第五，阶梯放量，换手率小是建仓。第六，集中放量，换手率大是出货。为了能够更好的理解和应用刚才的6大口诀，我们需要先引入3仙，这样的话能够帮助我们提高对量价分析的理解记忆。首先来看一下卖在买先，这是股票的原始天性。任何一个股票从第一天上市就具备这个特性，因为首先必须有人卖出，然后才能有人买得到。如果没有人卖，你想买也买不到。第二，价在量先，这也是股票的交易天性。假如某只股票的发行价是10元钱，当前的市场价也是10元，除了少数急等用钱的人会卖掉兑现之外，肯定没有人立即愿意按照10元钱卖掉。他可以等报价11或者12，甚至是13，直到价格满意才会成交。于是最后有可能在15块钱成交，100手或者200手。由此可见，有价格才会有成交数量，无价必然无量。第三点，庄在散先，这是股票的投机属性。因为庄就是主力机构大资金的代称，散就是散户大中小投资者的简称。在股市中，任何一个散户不可能有实力拉升和打压某只股票，只能被动的跟随市场的价格变化伺机而动。而价格的制定者首先就是欲望的制造者，往往就是真正有实力的庄家。所以我们要与庄共舞，才能天天抓到拉升的机会。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些案例来实战分享一下这量价6大口诀。第一个口诀，今日的大量为他日的压价。在这6个口诀里，我个人认为第一个口诀是最有实战意义的，我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记住它。首先要理解什么是今日的大量，这指的是在下降图中，我们看到有一个比较突出的成交量，这里就是阶段的大量。而这个成交量对应的 K 线价格区间，在未来就会变成重要的价格压力，所以随后价格下跌，然后出现强势反弹。当图中的这根 K 线进入到这个价格区间时，就受到了阻力，随后再次高开冲高进入到这个区间，也是被打压下来，最后开始快速的暴跌。而经过下跌创新低之后，再一次回升到该区间时，又出现了上吊线以及短期回落，但最终这个压力还是没有突破过去。所以总结一下，什么是今日的大量为他日的价压？就是在下降图中有一些明显突出的大量，对应的 K 线价格区间，由于当时买进的人很多，他们是被套的，所以如果未来经过一段时间，股价能够再次回到他们的成本区，他们会着急卖出去，就会形成比较多的抛压，这就是价格压力的来源。但如果经过多次试探，将之前的抛压消化足够，未来的某一天就容易突破这个压力了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第2个口诀，就是今日的小量为他日的助涨。股价整体为上升趋势，在经过一段拉升之后，股价形成了相对高点，然后回调之后，股价又开始向上，并且来到了曾经的前高的位置。按照正常的逻辑分析，前高一定是有阻力的，但是该股票在来到这个前高时，并没有遇到很大的阻挡，反倒是很快就突破了，甚至直接大阳线拉升，之后展开了一波有质量的上涨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原因就是曾经在前高很容易突破。我们仔细看一下，对应的成交量其实是比较小的，
这就是今日的小量。所以后面当股价回调之后，依然处于中长期强势的上升趋势，买方力量较强，再次来到这里，本来就是上升趋势，而之前被套的人又不是很多，因为成交量较小，所以如果在大环境较好的时候，大家充满期待时，这里的抛压自然就很小，甚至之前被套的人也会选择不卖，于是就出现了股价很容易突破这里的压力，不但没有什么真正的阻力压力，反而加仓的人会帮助股票上涨。所以这个口诀比较适合的是上升趋势。当你遇到曾经的前高，成交量较小，当后期股价上升来到前高时，这里的阻力我们可以认为并不是很大，甚至这里还容易出现很好的追涨买点。第三，二度下探缩量，股价见底。图中的案例这里是有阻力的，并且出现快速下跌后又4天返回，终于最后一个大阳线放量突破了这个重要的阻力位，但是股价随后上涨一段时间又回调来这个位置，这就是二度下探。而伴随着股价回调，成交量逐渐萎缩，这说明卖的人其实并不多，产生了惜售的现象，所以曾经的重要阻力变成了有效的支撑，成交量缩小了，更说明了这里大概率其实是洗盘行为，只是洗掉了一些不坚定的散户。所以在这个位置出现了探底神针及后面的止跌阳线，这就是最佳的买点。如果这里买入，后面股价不断上升，当然能获得大幅的波段利润。我们再来看第4个口诀，二度回升量缩，股价见顶，是一个阶段性的小底部，经过反弹之后呢，立即被跌破，但跌破之后股价快速反弹来到这个重要的前低位置，正常应该是阻力，而股价反弹时出现了上涨缩量的现象。在这个图标里就告诉我们，这里的上涨大概率是反弹，而且主要是由散户参与的，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走势。这就是二度回升量缩，股价将见顶的口诀用法。所以当你看到这样的位置，是最佳的卖出机会，是给一些做多的人最后的出逃的机会，而后面再次出现，则是可以考虑去卖空的位置了。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第5个和第6个口诀，是比较适合中小盘股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这里我们用到了成交量的衍生指标换手率。也许你是第一次听换手率，但其实它非常的简单。换手率的公式就是以成交量除以流通盘的股数。举个例子，该股的流通盘一共是1000万股，当天的成交量是100万股，那么换手率就等于 10%， 相当于该股票当天所有的流通股票有 10% 参与了交易，这是一个相当活跃的，也是比较高的换手率，代表交易很活跃。反之，如果该股票的流通盘是1000万，当天的成交量只有30万，那30万除以1000万等于 3%， 这是一个比较小的换手率，而换手率小的标准就是小于 3%。 那么第5个口诀，阶梯放量，换手率小是建仓，那我们如何理解呢？来看一下，这是一只中小盘股，所以比较适合用换手率这个指标。而如果大家在大盘股上几乎没有办法使用换手率这个指标，因为盘子很大，即使成交量很高，相比于很大的盘子，换手率也很难超过 3%。 图中的这个案例，在下跌的后半段以及起涨的初期这一段时间，可以认为是相对的震荡横盘。这里的成交量经历了前面的下跌后半段，成交量萎缩到了极致，然后出现了阶梯放量。而我查了数据，这里的换手率几乎每天都是小于等于 3% 的，所以整个这一个区间就形成了阶梯放量，换手率小。那么为什么它大概率是主力建仓的标志呢？因为主力的资金比较多，在下跌后半段，当它开始建仓一些小盘股时，如果直接大量的买入，很容易被发现，于是采用了多次出手买入、分批建仓的方法。这里出现了阶梯放量的现象，所以如果我们发现了这种现象，
在途中的9块钱考虑进场，股价波段接近17块钱，相当于翻了1倍。所以我们来看第6个口诀，集中放量换手率大就是出货。如何理解集中放量换手率大呢？一般来说，单日的换手率大于等于10%就已经很大了。而如果发生在上涨的相对高位，那股价从1.2元上涨到3.5元，在上涨的后半段出现了快速拉升，而到达相对高位时出现了放量滞涨，集中放量换手率大。我查过数据，这里的最高的2个量换手率每天超过10%，而这里的集中的这个区间换手率也每天超过10%。在涨幅超过50%，甚至1倍以上的相对高位，股价开始滞涨，集中放量换手率很高，这种明摆着就是出货的节奏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在这么高的位置，如果你累加换手率20%，再加20%，再加上几个10%，相当于大部分的股票都已经换过一次手。在这么高的位置出现换手，几乎不用猜，就是大资金把股票卖给了散户，散户成为了接盘侠，这就是换手率的最高境界的理解。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底部的时间很长，而顶部的时间很短。根据第5和第6个口诀，底部的时间为什么长？因为庄家需要时间慢慢的隐蔽建仓，而顶部呢，往往利用好消息和整体的市场氛围，可以大量的出货。有的时候，有些庄家只需要几天时间就能够快速的出完，所以后面的股价就跌得一塌糊涂，完全没有任何的支撑。以上的6个口诀，您最喜欢哪一个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， 关注、转发加点赞，下期精彩持续看。